第96章2挑1。某种虚幻的感觉逝去，克莱恩又看见了手中拿着的那根奇异蜡烛，看见了他的漆黑烛蕊和苍白火焰。刚才被黎明骑士打碎的地面破坏的椅子和斩断的根蜡烛恢复到了战斗前的状态，看不出哪里有遭受过损，害原本屹立于对面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不知什么时候已坐到了第一排的正前扶腰背，埋着脑袋，用双手紧紧捂住两侧太阳穴。滴答滴答，汗水从他的脸庞滑落，与脚边浸染开来，那里的地面已湿润了一大片。感受到奇异的蜡烛已被克莱恩掐灭，乌特拉夫斯基猛地打了个哆嗦，在对方的注视里抬起了脑袋。他略显浑浊的眼睛布满泪水，多有皱纹的脸上交错着哭泣的痕迹，但他的眼神却是感怀的、喜悦的、澄清的。如果说这位巨人主教之前显得高大而沉重，那么现在他只剩下身体的重，不再有精神的沉。这一刻，克莱恩就仿佛看见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那泪水是新生的证明。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嘴角一点点勾起，慈和的笑道：“你比我预想的厉害很多，不，这只是因为我预先有了足够的了解，做好了相应的准备。而过去的你不仅不清楚对手擅长什么，还被削弱了不少。如果在现实世界里与你做这样的战斗，我考虑的就该是怎么逃跑的问题了。”克莱恩坦然回答道。有准备的魔术师和没准备的魔术师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他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没纠结于这个问题，浑身上下都透着轻松的说道：“感谢你，我的朋友，按照约定，我会把药师的配方给你。另外还有一件神奇物品。”说话间，他从褐色教士服的衣兜里拿出了一个类似针头、软管、容器相结合的物品。你有2个选择，这是其中之一。我得到的时候并不知道它的名称，之后也没有想过为它命名。你能用它抽出一管血液，自己的血液，等到关键时刻再回输进去，这样一来，你的疲惫将消失，你的疾病和伤势将减轻，你的力量、速度、平衡等各方面素质将得到短暂却很大的提升。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指着手中的物品道：“那么，它的限制和隐患呢？”克莱恩理智的反问道。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望了眼有神秘花纹的针头与软管，详细介绍道：“抽出那一管血液后，你将虚弱整整12个小时。这12个时候内回输将不产生任何效果。当然，具体的时间限制并没有这么精准，根据个人的体质和状态有所增减。另外，最好不要频繁使用，1周不要超过1次，否则回输的鲜血除了带来力量，还会让你短暂失去理智，而间隔很短的抽血也将使虚弱成为你的特点。除了这些，它还有一个问题。一旦随身携带超过半个小时，你将变得有些神经质。还好，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事先没有抽血，要不然过去的他能够以此回输，我赢的希望会变得很低很低。克莱恩最先闪过了这么一个想法，旋即他微皱起眉头，对那件神奇物品的负面影响颇为担忧。不管是短暂失去理智，还是虚弱12个小时，以及变得有些神经质，都是看起来没太大问题的隐患。但见过失控者，听过邪神一语的克莱恩认为，非凡者的精神状态很重要，他如果长期运行于低谷，或者频繁出现异常，都相当容易导致失控现象的发生，即使该位非凡者掌握了扮演法，也一样。第2个选择呢？克莱恩沉默了2秒道。乌特拉夫斯基主教从另一个衣兜里掏出了把形制古朴的黄铜色泽钥匙，微笑道：“它叫万能钥匙，能帮助你打开所有不含神秘力量的锁，以及小部分附加了超凡效果的锁，而在没有锁或者没有门的地方，依然能打开一条不属于现实的通道。呵呵，前提是没有非凡力量的限制障碍也不算后，它的灵性完全内敛。不使用的时候，非凡者很难看出它和一般的药匙有什么不同。”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再次站了起来，让克莱恩只能选择仰望。这位巨人主教迈开步伐，来到教堂大厅一侧的墙壁前方，将那把万能钥匙抵在了砖石上。他轻轻一拧，整个人顿时就像进入了水里，然后荡开涟漪，穿透墙壁，到了外面。紧接着，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又用同样的方式返回了教堂大厅，返回了克莱恩的视线里。你想好选哪件神奇物品了吗？这位高大的神父低头问道。万能钥匙的隐患是什么？克莱恩斟酌着问了一句。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温和笑道：“带着他的人偶尔会迷路，根据别人的说法，应该是随机的迷路。
我可是占卜家，拥有灵性直觉。克莱恩嘀咕了一句，心里逐渐有了决定。过了几秒，他开口道：我要万能钥匙。他可不想精神状态出现问题，积累起失控的风险。可惜啊，我最想要的还是那节奇异的蜡烛。类似的心灵最深处，梦境最底层，就相当于我的主场。他在心里感叹了一句。好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将那把古朴的黄铜钥匙递给了克莱恩，换回了裹着人皮般的奇异蜡烛。克莱恩审视神奇物品的时候，他指了指后方道：药师的配方在房间里，我去取来，你在这里等待一会。克莱恩点头回应，趁乌特拉夫斯基主教的身影消失于大厅的机会，掏出枚一便士的铜币，占卜了下对方在万能钥匙的事情上是否有撒谎。得到可以接受的答案后，他走至前方摆放着一排蜡烛的墙壁旁，将那把古老的黄铜钥匙抵在了坚硬的障碍上，灌注入灵性，拧动钥匙。克莱恩眼前突有恍惚，旋即变得清晰。这个时候，他视线内不再有燃烧的蜡烛，不再有整齐的座椅和笔直的墙壁，只得凋敝的枯草和有着些许垃圾的泥地。侧方往外，则屹立着一盏煤气路灯。真的出来了！克莱恩微笑颔首，转过身体，又一次使用万能钥匙，成功回到了教堂大厅。又等待了10几秒，乌特拉夫斯基脚步沉重的进来，手里拿着一卷黄褐色的羊皮纸。你可以去寻求鉴定，如果有问题，我始终在丰收教堂。巨人主教将药师的配方递给了克莱恩。主要材料：成年独角飞马的角，皇冠水母的毒液结晶3克。克莱恩展开扫了一眼，含笑回应道：我会去确认真假的，比如到灰雾之上占卜。他在心里补充道。乌特拉夫斯基主教轻轻颔首，不再言语，转身走到了大地母神的生命圣灰前。他伸开双臂，低沉诵念道：感谢你，生命的源泉，赞美你，万物的母亲。克莱恩收起万能钥匙和药师配方，在乌特拉夫斯基停止后，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难道我的前来是大地母神的安排？要不然你感谢他做什么？伪黑夜女神信徒克莱恩在内心啧啧道：是的，这一切都是母神的安排，要不然我找人帮忙的事情不会传到你的耳朵里，我也不会来到贝克兰德，不会守护那根心眼蜡烛。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温和笑道，没有一点愤怒，完整而自洽的信徒逻辑。但克莱恩突然觉得无法和对方交流，以手按胸，行了一礼道：感谢您的慷慨，我该告辞了。他支起身体，飞快后退，迅速消失在了教堂大厅，消失在了月季花街。10分钟后，他从另一个方向再次看见了丰收教堂的金黄色外墙，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不占卜我就回不去了吗？他无声自语，很想倔强的依靠自己战胜迷路这件事情，但他的手比他的声音更快，已然折断了行道树的枝桠，做成了临时的补杖。补杖法既能寻人，也能寻物和寻路。这一次，克莱恩终于顺利返家，并到灰雾之上确认了配方的真假和万能钥匙的隐患大小。第二天，也就是周日清晨，睡醒的克莱恩用过早餐，拿出纸笔给艾辛格斯坦顿写了封信，请他找警察部门帮忙，确认4年前那起连环杀人案几位嫌疑人的近况。那起的目标是单身带有1个孩子的妓女。折好信纸，将它塞入信封后，克莱恩贴上张一便是面额的黑色邮票，穿好衣物，拿着帽子和手杖走出了自家大门，准备去街尾的邮筒投递。这时他看见隔壁的斯塔林萨默尔太太正和丈夫卢克先生一块盛装打扮的出来，他们的门口已停了辆出租马车。上午好，这么早赴宴？克莱恩略感诧异的问了一句。卢克呵呵笑道，不算是赴宴，更多是去帮忙。斯塔林太太微扬下巴，补充道，玛丽成功进入了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今晚将有一个盛大的舞会，我们得提前去帮忙。玛丽太太的希望达成了，厉害啊！克莱恩感慨了一句，微笑开口道，两位替我祝贺。玛丽太太卢克萨默尔点了下头道，你还没看今早的报纸吧？已经刊登出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委员会的主席是德斯孝爵士，首席秘书是希伯特霍尔先生。第97章，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德斯孝爵士，希伯特霍尔先生，这都谁跟谁啊？完全不认识。克莱恩假装自己没有疑问，半开玩笑的说道，希望他们能给贝克兰德带来蓝天和阳光。是的，虽然在自家的壁炉里烧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但蓝天和阳光是更值得向往的事物。卢克·萨默尔这位眉眼减排协会的成员附和着感慨了一句，指了指租来的马车道：“我们该过去了。”玛丽迫切的需要一些帮手，斯塔林·萨默尔则故作矜持的补充道：“也许会有议员来赴宴，贝克兰德大区的，或者王国的。”可以想象这场宴会的盛大。克莱恩礼貌的恭维了一句，目送萨默尔夫妇上车离开。就在他转过身体，准备前往街尾的油桶时，一位穿墨绿色制服的邮差驾驭着马车抵达，往他门口的信报箱里投递了一封信。我的信。克莱恩掏出一串钥匙，随手选择了形制古朴、色泽近乎黄铜的那把。咔嚓，万能钥匙轻松打开了信报箱，以后可以只带这一把钥匙出门了。克莱恩咕哝一句，拿出了订阅的报纸和刚才那封信。这封信来自艾辛格斯坦顿，他昨天也翻阅了陈旧的未破的连环杀人案，挑出了其中最值得怀疑的几起，并通过警察部门初步确认了相应嫌疑犯目前的状况，于是写信给克莱恩和卡斯兰纳等有意这个方向的私家侦探，分享自己的收获。这里面正好就包括了克莱恩重点关注的那2起。知名大侦探所见略同啊，我刚才的信白写了。克莱恩自我调侃了一句，重新回到了客厅。根据艾辛格的描述，随机杀害晚归者的案子排查了很多人，但始终没能锁定嫌疑者。时隔多年之后，再想重新寻找线索，已是非常困难，几乎没什么希望的事情。而另外一起案子的4位嫌疑人里，一位是少年，他的母亲同样为受害者，妓女，单身，且只有他一个孩子。他饱受来自母亲的虐待，孤僻阴狠，是警方怀疑的第一个对象。但在那起案子之后不到半年，他就重伤于东区的黑帮火并里，死亡在了慈善医院的外科手术室内。他的尸体在见证下被烧成了骨灰，埋葬入了墓园。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与当前的连环杀人案有关联了。如果没有火化，我肯定会去挖坟确认一下。诈尸的克莱恩认真考虑了下对方诈尸的可能。剩下的3位嫌疑人，一个在这几年内屡次搬家，警方已失去了对他情况的把握，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追寻；一个经历了破产，从北区进入了东区；一个保持着原样，还在当初那条街道经营杂货店。克莱恩重新抽出一张信纸，先将相应的情况做了描述，接着请收信人暗中观察有具体地址的2位嫌疑犯。他着重强调道，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都是残忍、凶狠、具备强烈攻击性的，请务必小心，不要过于靠近他们，就像自己只是普通的邻居一样进行观察。我需要的信息是他们最近的精神状态，比如是否暴躁，是否喜欢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少与人交流，是否殴打过别人，这也是他从太阳那里得来的信息。每一次杀人后，恶魔都会按照仪式的要求吃掉被害者的内脏，并始终处于嗜血狂躁想要伤害他人的状态里，直至新的被害者出现。又强调了一遍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后，克莱恩折好信纸，将它塞入新的信封，在表面贴上了黑色的邮票。接着他落笔写下了收信人的名称：斯图亚特侦探。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苏茜趴在书房的角落里，看似无聊地观察着四周。肚子有所鼓起的霍尔伯爵抽了口烟斗，对面前的长子道：希伯特，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进入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吗？希伯特·霍尔早有思考般的回答道：您希望能影响到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不，虽然我是康斯顿煤钢联合体的第2大股东，但我并不是太在意这个问题，我早就在督促他们做相应的调整。治理大气污染是未来的潮流，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希伯特，虽然我们家有固定的上院一席，你迟早会成为上院议员，但是除了议长等具备特殊身份的人，为什么同为上院议员？有的贵族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希伯特思索了下道：爵位、财富、商业地位以及在政府和军队内的关系，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还有本身处理事务的能力。人总是会信赖拥有丰富经验、参与过不少事情的同类。你将来要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除了继承一席，还得尽量的参与各种事务，表现出相应的能力，逐步活跃于各位议员、各位大臣的视线内，让他们慢慢觉得你值得信赖。这就是来源于你本身的影响力。希伯特，看一看英蒂斯共和国，看一看他们贵族目前的处境，你就应该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明面上的特权会被削弱，
爵位会越来越不重要，只是一个名誉性的头衔，商业领域的地位和本身的影响力才是你该关注的事情。霍尔伯爵详细讲解道。如果遇见不擅长的事情呢？希伯特沉吟道，那就伪装出你能够处理，不要在意是否会浪费金钱，组建专业的团队，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而做出决定。每个人都有很多不擅长的领域，只有金钱是全能的。霍尔伯爵点了一句。希伯特有所恍然的回答道，我明白了，爸爸。这个时候，旁边的苏茜无聊的打了个哈欠。等到一切结束，他溜进奥黛丽的画室，将听见的所有事情重复了一遍。末了嘟囔道，我完全不明白他们在聊什么。奥黛丽若有所思的听完，浅笑道，这是让你不用闻到那些刺鼻气味的好事，是吗？苏茜似懂非懂的反问道。奥黛丽没有回答他，转而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他原本打算悄然的引导议员们关注东区、工厂区和码头区的恶劣状况，但最近的2次社交聚会里，他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机会。那些贵族、那些议员、那些政府高级雇员根本不会聊类似的话题，想引导都无从引导。又到周一下午，克莱恩悠闲地从克拉格俱乐部返回了明斯克街15号。因为斯图亚特那边还没有给出初步调查的结果，他暂时又找不到可以培养为药师的对象，所以昨天和今天都没什么事，干脆去了克拉格俱乐部练枪、看书以及蹭饭。这个过程里，他又认识了好些俱乐部的会员，这就是之后业务的来源啊。克莱恩感慨一句，逆走4步进入了会务之上。他按部就班地进行起各种准备，先是具现出假人世界，熟悉全黑之眼的操纵技巧，接着给太阳发去了塔罗聚会即将开始的信息。完成这一切，克莱恩等待着3点来临，然后伸手触碰向各位成员对应的深红星辰，建立稳固的联系后，魔术师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虚幻之心。福尔斯沃尔找了个专心创作的借口，打发走了休。此时他眼前一下恍惚，看见了瞬间涌出的灰白雾气。眨眼之间，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了那片神秘幽邃的灰雾之上，置身于了那座巍峨雄伟的宫殿内，面前是古老斑驳的青铜长桌，周围有一道道蒙着雾气模糊难以看清的身影，一道道身影，一道道身影，这就是愚者先生所言的聚会成员。福尔斯谨慎戒备地看着这一切，感觉能参与这种隐秘聚会的成员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非凡者，除了我，他心虚又畏惧地想到。不过换个角度考虑，我这个序列9都能加入，其他成员也未必一定很厉害。这个聚会的要求明显不是实力强大，而是因某些缘由和愚者先生建立了联系。福尔斯迅速否定了之前的判断，稍微放松了一点。与此同时，正义奥黛丽也发现今天的聚会多了个新人，是女性。休还是福尔斯？通过考察了，或者另外的人？奥黛丽差点忘记向愚者先生问好，只想仔仔细细观察新进成员的特点，哪怕对方的身影再模糊，也能看得出发色和轮廓，听得出口音和习惯用语。我也得注意，倒吊人先生最早就从我在一些单词上的特殊发音，以及习惯于使用某些特殊的词语，确认我是一名贵族。奥黛丽站了起来，须提裙摆，对青铜长桌最上手的克莱恩道：下午好。愚者先生问候完毕，他没有掩饰自身的好奇，看了与自己同排的新进成员一眼，含笑问道：这位是？第98章，互相观察。克莱恩姿态悠闲地坐在属于愚者的位置上，环视一圈道：这位是魔术师小姐。我们新的成员。接着他望向福尔斯，一一介绍道：这位是正义小姐，这位是倒吊人先生。福尔斯一边将代号与人物对应并点头致意，一边观察起那几位成员。正义小姐是位金发女士，似乎很年轻，坐姿相当优雅。倒吊人先生头发深蓝，海草般凌乱，身材不算健硕。虽然不爱说话，但被他注视的时候，会有种不安的感觉，他应该是某个势力的首领。太阳先生好像只是一个少年，很沉默，很内敛，除此之外，看不出别的。也许他和我一样弱小。世界先生目光很冷，相当的阴沉，一看就不是好惹的。写了本畅销小说的作家小姐尽情发挥着自己的特长。她看其他几位成员的时候，其他几位成员同样在看，其中正义奥黛丽看得最为仔细。从身材可以排除掉修小姐褐色的头发、
略微卷曲，这是福尔斯女士吧？暂时不能排除愚者先生另外拉了别人的可能。发音与口型一致。贝克兰德腔、气场和情绪颜色的细节也很吻合。愚者先生应该不可能专门为成员伪造形象吧？他没必要隐瞒什么。仅仅几秒的打量，奥黛丽就几乎将那道模糊的身影与脑海内的福尔斯形象重叠在一起。再从别的方面找到一个支点，就基本可以肯定了。他饶有兴致地等待着验证自己的非凡能力。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没必要把身份暴露给福尔斯，还是留一点秘密比较好。看他什么时候能发现。正义奥黛丽收回视线，噙着浅笑，安静旁观。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新的罗塞尔日记，克莱恩操纵着世界开口道：“我想知道恶魔和守护者两个序列的情报。”他肯定太阳同学知道序列6恶魔的详细情况，因为对方上次提到了恶魔学，而为了不暴露自身在调查连环杀人案，他故意加了战神途径的序列5守护者，这条途径又被称为巨人途径，正是白银城非凡者的主流道路，太阳不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序列9战士、序列8格斗家和序列7武器大师，克莱恩早就从职业者的内部资料里掌握了详尽的特点。而序列6黎明骑士的情报，他刚从乌特拉夫斯基神父那里知晓，所以能问的、能付得起价钱的，不会白白浪费的，只剩下序列5守护者。另外，他没有直接询问太阳，而是对所有人发布了这个委托，因为按照设定，加入塔罗会没多久的世界不可能知道白银城掌握着巨人途径。单纯只是恶魔序列的话，我了解一些情况，在风暴教会有一定地位的倒吊人阿尔杰插言道。太阳戴里克伯格看了他一眼，不再思考，挺直腰背道：“这2个序列我都很清楚，我要的报酬是堕落造物主相关的情报，2份情报是否等价？”由愚者先生确定。说到这里，他才记起自己没有征询过愚者先生的同意，忙转头望向上手，尊敬地请求了一句：“太阳同学，这不能怪我，这是你自己要求的。”克莱恩嘴角微动，低笑了一声道：“可以，而且论起对真实造物主的了解，在座的女士和先生都不如我。”他理直气壮地在心里补了一句。他们交流这件事情的时候，魔术师福尔斯却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恶魔序列是恶魔途径的？序列几？守护者又是哪条途径的？序列几？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堕落造物主、真实造物主，神啊，他们竟然要交流真实造物主的情报。那位可是号称神灵里最古老最强大的存在，我加入的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得到了愚者肯定答复的世界则毫不犹豫就说道：“成交，我申请单独交流，好想听啊，可最近得节约，距离新年还有2个多月。”忍住，奥黛丽。正义奥黛丽眨了下眼睛，恋恋不舍地从太阳那里收回了视线。他们旋即被克莱恩屏蔽了视觉、听觉和灵性直觉。世界迅速埋头，在巨线的纸张上书写出自己对真实造物主的了解，包括倒吊的巨人和阴影帷幕后的眼睛等正统形象，包括极光会成员认为这位邪神就是当初创造一切的主等信息。到了末尾，克莱恩还附加上了自己接触邪神子嗣、感应神灵气息、聆听真实造物主声音后的直观印象：堕落、扭曲、血腥、疯狂、邪异。紧接着，作为愚者先生的他给出了评判。这份情报的价值比恶魔守护者2个序列的信息略高，但相差不大。感谢您，愚者先生。太阳戴里克诚恳地接过了那张羊皮纸，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而其中他最关注的一点就是，真实造物主号称是当初创造一切的主。扭曲、堕落、疯狂。戴里克默念着这几个单词，隐约间似乎看见了笼罩在白银城所有人身上2000多年的黑色悲剧。难道主并没有抛弃我们？只是他疯了。太阳戴里克发现自己竟然已能毫无抗拒地用亵渎的想法审视白银城崇拜的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你该回答我的问题了，世界嘶哑地催促了一句。戴里克收敛住沸腾又悲哀的思绪，沉默了2秒道：不同种族的生物服食下恶魔药水后产生的变异并不相同，各有一定的特点。你想知道的是哪种恶魔？竟然还有这种区别？克莱恩略感愕然，他旋即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之前的想法存在思维盲区。如果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不是人类，而是动物呢？服食下对应魔药，变异成恶魔的动物，他一步一步
一个序列一个序列的变成了恶魔。虽然这概率很低，动物失控的风险远远高于人类，但也架不住万一这种事情，必须得调查这一点。但那样一来，问题又多了。动物变异的恶魔是从哪里获得的药水和非凡材料？他应该没可能加入人类的非凡者圈子。克莱恩保持住沉默，操纵世界道：我想知道的是所有种类的恶魔共同的特点。太阳戴里克回忆并整理了下知识道：恶魔最令人恐惧的一点是，如果你能在很短一段时间后对它造成致命的危害，并采取了付诸实践的行动，那它能感应到、察觉到，并把握住危险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谁，从而有针对性的扼杀或报复。这个时间点从几分钟到1天不等。不同的恶魔有不同的直觉，这个能力有点吓人啊。但和小丑的直觉预感不是一类，似乎不能用于战斗，而是提前察觉危险来源，及时做出应对，更接近于上辈子看的仙侠小说里的心血来潮能力。不知道有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的我，可不可以干扰甚至屏蔽掉这种直觉？斯图亚特会不会有点危险？克莱恩往后靠住椅背，似乎对太阳和世界讨论的话题不感兴趣。戴里克见世界没有惊愕的表现，继续说道：他们都拥有巨大化身躯的能力，从而挣脱束缚，短暂提升力量和速度。他们的皮肤出现了变异，相当于披了一层坚硬的盔甲，血和肉也能组织物品，减少伤害。他们免疫绝大部分毒素，不害怕一定程度内的诅咒和火焰。他们有天赋的火焰和污秽类法术。他们冷血，不惊慌，不恐惧，具备很强的肉搏能力，善于使用各种物品造成伤害。他们最大的弱点是容易失控，即使没有，也会时常表现出冷血和残忍皆备的疯狂，容易被嗜血和杀戮等欲望控制，真的很强。不愧是序列6的恶魔，难道在22条非凡途径里，在高序列以下，序列6或序列7是质变的门槛？这一点上，不同的序列有所不同，因此他们才分别成为了古代和现代的中序列分界线。克莱恩操纵着世界道：你的情报我很满意。戴里克没有谦虚，点了下头，转而说道：守护者很少会受到伤害，一旦他们转入守护状态，放弃攻击，高序列以下很少有谁能打破他们的防御，各种类型的伤害都一样。他们攻击的时候，相应的防御会降低不少，但也远强于精炼的全身盔甲。他们的晨曦之剑，他们的光之风暴，以及另外的非凡能力，让他们对任何类型的怪物都能造成伤害。他们不被幻觉迷惑，他们可以帮一定范围内的同伴承担伤害，守护对方。随着太阳戴里克的描述，克莱恩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了一句：黎明骑士的防御和守护者相比，就像小孩和大人比体格和力量，守护者恐怕都能硬扛蒸汽步枪的子弹。这个时代的战争里，不被大口径的火炮击火，他多半死不了。第99章，不成功的伪装。等到太阳戴里克讲完，克莱恩操纵着世界点头道：比我想象的更加详细，交易完成。世界话音未落，克莱恩已经秀操作的同步解除了对正义、倒吊人和魔术师的屏蔽，场面短暂安静了几秒。世界环顾一圈，阴沉笑道：我暂时没有别的需求了。大致摸清楚了流程和特点的福尔斯顿时跃跃欲试，想要求购学徒对应的序列8戏法大师。他清楚的记得愚者先生说过，自己之所以饱受满月一语的困扰，是因为生命层次还不够高，那种痛苦会随着本身序列的提升而降低，这让福尔斯迫不及待的想要获取后续的配方。不过这会暴露我所在的非凡途径，等大家变得熟悉，彼此知道的更多，暴露也就暴露了，算不了太严重的事情。但最近几次聚会还是得掩饰一下，免得被聚会成员借此锁定现实的我。福尔斯还算冷静的思考了一下道：我想要药师和戏法大师的配方用金钱交易。他故意在自己真实的需求上添加了药师配方，以此干扰别人的判断。如果哪位成员真有这份配方，他会照常吃下，事后加价卖给渴望那份配方已久的格莱林特子爵。反正他肯定不会因此而吃亏，说不定还能大赚一笔。至于金钱，福尔斯暂时并不缺少，不仅他本身畅销书的版税稿费还在一笔笔进入他的账户，积少成多，而且他还有额外的收益，比如在麒麟格斯和英蒂斯大使贝克朗两起事件中，从奥黛丽小姐那里获得的650磅报酬。可怜的修，自己掏钱抚恤了拉尔乌斯事件里2位死者的家属，花了200多磅，不知道等风头过去，奥黛丽小姐会不会给他报销。
写着愚者先生尊名的纸条是从格莱林特子爵家的书籍夹层里发现的。难道他某位祖辈曾经是这个聚会的成员？这是一个定时召开了几十上百年的聚会。福尔斯的思绪突然有点发散。与他只隔了2张座椅的正义奥黛丽在听见对方求购药师和戏法大师的配方后，只是微微一愣，就准确把握住了对方的心思。他就是福尔斯，戏法大师是给自己的，药师是拿来卖给格莱林特的，并以此混淆视线，蒙蔽他人。奥黛丽微不可见颔首，对魔术师的身份已然笃定。本身序列不会高，顶多8，很大可能只有9，也不知道愚者先生从哪里拉来的。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口音带着贝克兰德特色，但未必在贝克兰德。倒吊人阿尔杰也在观察新晋成员，初步确认对方不会对自身造成威胁。太阳戴里克则没想那么多，只是在揣测魔术师小姐属于白银城区域，还是正义小姐等人居住的那个世界。克莱恩则怜悯地望了魔术师小姐一眼，对她隐藏身份的尝试不抱什么希望。当你遇到一位对你很熟悉的独行者时，即使提前知晓了对方的能力，并做了相应的提防，也未必掩饰得住真实的想法，更何况你什么都不清楚。愚者克莱恩在心里替魔术师小姐叹了口气。与此同时，他操纵着世界，嘶哑着道：我有药师的配方230磅，至于戏法大师的配方，我会尽力为你寻找，但不保证能成功。用药师配方换钱和拿它来培养一个有用的帮手之间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所以克莱恩让世界抢先开口，免得被倒吊人和太阳截胡。至于戏法大师的配方，他只是有一些想法。在他看来，万能钥匙这件神奇物品大概率与戏法大师对应的序列9学徒有关。在灰物之上占卜下它的源头，说不定就能发现点线索。其实最方便的办法是询问疑似门先生的那位存在，他不断的在满月时低语。除了求救，估计还有教导配方和扮演法，以便让目标强大起来，完成高难度任务。但可惜的是，目标强大起来前，根本没法倾听他的意语，一听就会崩溃，出现失控迹象，这就形成了死循环。克莱恩悠然感慨了一句，福尔斯没急着回应世界先生的话语，转而环顾了一圈，可发现倒吊人、正义和太阳都没有开口的意思。很显然，他们都不知道药师和戏法大师的配方具体有什么。世界先生，希望你能尽快找到戏法大师的魔药配方。福尔斯沉默了几秒道，而药师的配方，我现在就准备买下，我该怎么支付报酬？对方看来也是鲁恩人，愿意接受金镑，不过金镑一直比金霍恩、英蒂费尔等钱币更受认可。说话的同时，福尔斯也在判断世界的来历。世界完全没在意他的打量，低沉说道：你回去以后将现金献祭给愚者先生，这样交易就算完成了。具体的献祭流程是：献祭，愚者先生还能接受献祭？他的生命层次达到了这种程度，难怪他用那种口吻描述满月一语的主人。福尔斯又惊又愕，又觉得理所当然的听着记忆着。讲述完毕，克莱恩在世界的面前举现出药师配方，让那个假人递给了魔术师小姐。交易由愚者先生见证，你不用担心是假的，我相信愚者先生。福尔斯当即点头，展开配方，认真记忆。这时，不忍心熟人这么辛苦的正义奥黛丽提点了一句：你可以在献祭的同时请愚者先生帮你回想，不需要特别的记忆。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过诵念尊名的方式向他祈求他。正义小姐竟然用代表神灵的人称代词称呼愚者先生，他，难道真是他？可是他为什么愿意帮忙做这些小事？也不对，只要仪式魔法恰当，7位正统神灵也经常会回应信徒，完成他们的请求。福尔斯侧头对正义道：谢谢你的提醒，你的称号就是你的品格。奥黛丽忽然有点心虚，她旋即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忙开口道：魔术师小姐，你知道扮演法吗？扮演法？福尔斯迷惑地望向了对方。他很快发现太阳和倒吊人等成员对这个名词都没有额外的反应，显然很清楚它代表什么意思。今天的聚会让我感觉自己就像刚到贝克兰德的乡下姑娘，我好歹也参加过那么多次非凡者聚会啊。福尔斯半是悲哀半是欣喜的想着，他不由想以这份情绪这份感觉写一本小说，就叫沃尔小姐梦境游记。你似乎并不清楚。奥黛丽根据对方的反应和平时的表现做出了肯定的判断。他转过身体，望向古老长桌最上首，对笼罩着浓郁灰雾的人影道：
愚者先生，可以将扮演法告诉魔术师小姐吗？如果可以，她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奥黛丽本来打算直接问是否像之前那样，依然以此换取新的罗塞尔日记，可旋即想到福尔斯的非凡者圈子和自己的有很大重叠，这样一来，自己将会失去许多得到罗塞尔日记的机会。这不是太重要的问题，福尔斯迟早会知道愚者先生需要罗塞尔日记，而我也肯定会拥有别的非凡者圈子，但是他知道我有几页罗塞尔日记，如果想搜集，第一个找的肯定是我，可我的那些日记，愚者先生都看过了。这次聚会后，我得找机会告诉福尔斯，说那些罗塞尔日记不慎被弄丢了。正义奥黛丽推演着连锁反应，竭力的把自己的担忧用肢体语言展现给愚者先生。正义小姐在暗示什么？她和福尔斯认识，但不想暴露身份，也就是说，她不希望我提出的报酬会造成这方面的困扰。克莱恩若有所思的轻笑了一声，你来决定，你来讲解，我不想重复类似的话题，这是对女神的尊重。他在心里补了一句，赞美愚者先生。正义奥黛丽的内心豁然雀跃，她挺直腰背，微抬下巴，努力与往常不太一样的看着魔术师福尔斯道，扮演法是加快魔药掌握，最大程度上降低失控风险的方法，你想知道吗？还有这种方法，真的还是假的？愚者先生这么高层次的大人物，肯定不会在这种小事上骗人。福尔斯睁大略显慵懒的眼睛，抿了下嘴唇道，想，只要是非凡者，就没有不想知道类似方法的。福尔斯突然有些激动，奥黛丽认真思考了下道，两个要求，一是不得到愚者先生的允许，不能将扮演法告诉他人，2是支付200磅报酬。他最初的打算是用罗塞尔日记折价，当初他和倒吊人用了多少页日记来偿还，就折算成相应的价格，但现实里，罗塞尔日记因为无法被破解，卖得很便宜，而且很多时候真假无法确定，换算出来的总价就有些对不起扮演法，于是他在这个基础上又额外加了一些。如果愚者先生的眷属不再缺钱，那就由我收下这200磅，之后再寻找日记给愚者先生抵债。奥黛丽已经想好了后续的交易，200磅能降低失控风险的方法才200磅，这太便宜了吧？又惊又喜的福尔斯害怕对方反悔，毫不犹豫就开口道，成交。说完以后，他才有点心疼钱，觉得自己的银行存款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第100章，古老的神灵。正义奥黛丽正要申请单独交流，忽然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坐在青铜长桌最下方的世界完全没有表现出对扮演法的兴趣，连询问的冲动都没有。他原本就掌握了扮演法，或者私下请教过愚者先生。奥黛丽咕哝了一句，依然谨慎为重地请求到了单独交流的环境。接着他看向福尔斯，斟酌着用词和发音的说道，我们对魔药的态度不应该是掌握，而是消化，消化的关键是扮演，扮演的钥匙则是魔药的名称。为什么？福尔斯脱口问道。他稍作斟酌，又补充了一个问题，那又该怎么扮演呢？奥黛丽回忆着当初愚者先生的姿态和举例，重复了城堡、守卫、请帖、假扮这一系列描述。末了道，总之，扮演的目的是调和身、心、灵，绕过魔药残余精神的顽固抵抗，击碎并消化掉它。身为一名小说作家，福尔斯有着强大的想象力。正义讲完的同时，他就已经在脑海里勾勒出了相应的画面和场景，基本理解了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样啊，原来还能这样消除魔药内残余的精神影响，降低失控的风险。越想，我越觉得这有可能实现。福尔斯的疑惑逐渐减少，惊喜的感觉慢慢填满了他的心灵。最后，他确认般问了一句，这是愚者先生教导的？是的，如果不是愚者先生，我们或许已经失控，我们还存在就证明了扮演法有效。正义奥黛丽由衷的赞美道。呼，福尔斯悄然吐了口气，只觉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光辉。这难道就是各种小说里描述的奇遇？感觉真是美好啊。不过还是不能大意，愚者先生也许是个不怀好意、隐藏得很深的邪神。福尔斯在心里提醒了自己一句，旋即他开始思考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该怎么扮演学徒。单纯从词面意思上来讲，学徒就表示各方面技艺还未成熟，依旧得接受教导，依旧得专心学习，不能逞强，不能骄傲，要懂得自身力量的渺小。
福尔斯迅速发散开了思维，都没有察觉到单独交流的环境已被终止。这时，太阳戴里克沉默地环视了一圈，咬了咬牙道：“我想知道你们口中的七神分别是哪7位神灵，以及他们大致的情况。”他终于忍不住问出了这个横在心中很久的问题。这我知道。正义奥黛丽刚开始险些没能反应过来，但他很快就弄清楚了太阳在询问什么，于是微举了一下右手。与此同时，倒吊人和世界也示意自身可以回答。他们在做什么？福尔斯茫然地看着，努力回忆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瞬息之后，他记起了太阳的问题，并咀嚼出了对方话语里隐含的意思。不会吧，他竟然不知道七神，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福尔斯愕然望向了只是一位少年的太阳先生。在北大陆，除了还不懂事的小孩，没谁不知道7位正统神灵，就连艰难求生的平民和流浪汉也不例外。对他们来说，教堂偶尔发放的免费食物是如此的诱人，开设的济贫院更是绝望中的一朵烛火。南大陆殖民地的人，可是他为什么要在这里问如此简单的问题？完全没必要啊，直接找一座教堂，请牧师或者神父布道，就能弄清楚相关的内容了。太阳究竟生活在什么地方？真是一个怪胎啊！福尔斯暗自嘀咕的同时，左看右看，却发现正义小姐、倒吊人先生和世界先生对此并不惊讶。此时，笼罩在迷雾里的愚者克莱恩见有3人抢答，遂笑笑道：“太阳先生，你想和谁交易？你愿意付出什么报酬？”太阳戴里克抿着嘴唇，想了几秒道：“我和他们每一个人单独交易，这样才能获得最全面的情报。”戴里克在白银城恶劣的环境里，在之前几次巡逻和清除行动中成熟了一些。他顿了一下道：“报酬是可以询问我一个问题，我能够回答的那种，我答应。我对白银城很感兴趣。”正义奥黛丽毫不犹豫的浅笑道：“白银城，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没听说过？”福尔斯茫然四顾，觉得自己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奥黛丽瞄了他一眼，好心的解释了一句：“太阳先生不在南北大陆，也不在大洋上的某个岛屿。白银城位于我们认知或者说探索极限之外，骗人的吧？”福尔斯下意识就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不过，太阳的表现和所有人不可能联合起来欺骗我的想法，让他迅速接受了奥黛丽的解释。这个隐秘聚会比我想象的更加匪夷所思，愚者先生比我想象的更加厉害。福尔斯暗自吐气，感慨了2句。奥黛丽模糊读出了他目前的想法，一时很想炫耀下飓风中将麒麟格斯、英蒂斯大使贝克朗和诈骗犯莱尔乌斯都是因为塔罗会才死亡的事情。可惜啊，这3件事情要是被福尔斯知道，他立刻就能联想出奥黛丽是正义。得保密，得保密，很辛苦也要保密。正义奥黛丽忽然深呼吸了一下，因为不了解白银城，不知道该询问什么，福尔斯没有掺和进接下来的交易，选择了旁观。而倒吊人和世界相继答应了太阳戴里克的请求，最开心的则是克莱恩，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收获从1个变成了3个。单独交流时的内容，愚者是可以听到的，而克莱恩显然不打算屏蔽自己。太阳同学真是质朴啊，他在心里笑了一声。由于7神相关的信息非常多，正义、倒吊人和世界只能捡自身认为的重点书写。过了一阵，他们分别将各自的描述传递给了太阳。戴里克飞快浏览了一遍，目光停留在了几行单词上。创造一切的主之外，最古老的神灵是永恒烈阳、风暴之主、知识与智慧之神，他们的教诲则是最古老的教诲。我为什么没听说过？这些神灵，我一个也没听说过。我感觉这里面藏着些很重要的事情。太阳戴里克知道塔罗聚会的时间有限，于是匆忙结束了阅读，打算回去之后再向愚者先生祈求，请他帮忙唤醒记忆。紧接着，第一个提出问题的是正义奥黛丽，因为连环杀人案，他对恶魔这个序列很感兴趣，于是模仿世界先生询问了相应的问题。戴里克熟练的回答，并额外补充了一句：在对应的序列期，深渊途径的非凡者就能对占卜和通灵进行有效干扰恶魔的能力真是可怕，不知道我的序列期心理医生会不会带来质变，或者要到序列6。奥黛丽听得颇有点畏惧。第二个问题来自于倒吊人阿尔杰，他似乎已经斟酌了很久，望着太阳，沉声开口道：我想了解白银城的创世神话。略显紧绷的戴里克稍微放松了一点道：
全知全能的神创造了一切，进入了沉眠巨人王奥尔米尔，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吸血鬼始祖莉莉丝，恶魔君王法布提，不死鸟始祖格蕾加利，异种王克瓦西图恩，魔狼之王弗雷格拉，瓜分了主遗留的权柄，成为了主宰天空、大地和海洋，主宰现实、灵界与星界，主宰各个种族的神灵，真正的神灵，古老的神灵弗雷格拉。旁听的克莱恩忽然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单词。每当他获得晋升，状态不稳定的时候，或者接触到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残留影响的时候，耳畔总会回荡不知来自哪里的虚幻一语：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霍纳奇斯、弗雷格拉。克莱恩很早就知道霍纳奇斯指那座有夜之国遗迹的山脉，但始终不清楚弗雷格拉这个单词代表什么。而现在，他第一次在别人口中听见了弗雷格拉，魔狼之王，一位古老的神灵。可是他为什么会和霍纳奇斯山脉牵扯到一块？克莱恩保持着姿势不变，安静的听着太阳代里克继续讲述。他们有的在彼此的争斗里陨落，有的则在创造一切之主、全知全能的神苏醒之后，被他剥夺了权柄。前面是创世神话，后面则是白银城真实经历过的历史。倒吊人阿尔杰听得意犹未尽，很想做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又碍于太阳不愿意多说，只能及时止住，转为思考。魔狼之王弗雷格拉在第二季，也就是大灾变之前很久的黑暗纪元，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克莱恩边思索边操纵世界提问。他原本想问的是，哪个序列的非凡者能自由的在肉体与灵体间转换，就像沙伦小姐一样。如果太阳不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再考虑别的问题。可现在他有了更重要更想了解的事情，于是阴沉嘶哑的开口道：魔狼之王弗雷格拉的一切。太阳代里克略显愕然的看了世界先生一眼，微皱眉头道：对于这位古老的神灵，我知道的并不多。他又被称呼为毁灭魔狼和黑夜魔狼。黑夜魔狼，黑夜。克莱恩微微眯起了眼睛，